Hello， 大家好啊！相信昨天晚上我发的那封道歉信，大家都看到了吧？有些不知道的朋友，可能我也不能说太多。现在对于我来講，現在還是一個比較敏感的階段。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就去搜索一下；如果不感興趣，就當無所謂了，是吧？那麼我昨天在我大號裡發的那個直播呀，其實就是為了向關心我的朋友們報一個平安啊，因為也有好多朋友說，哎呀，你是不是被關起來了呀？你只發這個貼文，是不是由 Tracy 代發的呀？所以說，為了讓大家放心，所以說發了一個這個直播。當然啊，那個主攻我的這個 AI 號呢，就是又抓到這個把柄了啊，說，哎，你怎麼又把直播刪了呢？是吧？你又怕了什麼了？是吧？首先呢，我在這個直播裡啊，沒有提及任何人的姓名啊，你也不用嚇唬我，好吧？你要覺得可以用，你就拿去用啊。然後我也是，沒想把這個東西留的時間太長，因為就是為了和大家報個平安，所以說我自己把它給下架了。大家都看到了之後，我就下架了嘛啊。為什麼大家覺得哎呀，你這個官司啊，現在處於這麼個情況，你能不能多說兩句啊？我說我真不能多說，因為我現在啊是戴罪之身吶。你想，我現在是被判了30天的拘禁，但是緩刑2年，那就相當於我是一個緩刑犯唄，對吧？可以這麼講。所以在這個緩刑的期間，我不能言語上啊或者怎麼樣的對被告啊對原告啊有一個什麼樣的刺激啊，以防他拿着我態度不端正啊這個理由去這個緩刑辦公室去，是吧？去投訴我，這個也會影響我的啊。所以說大家請見諒啊。關於這個案子，我到時候拿到這個庭審記錄之後啊。會諮詢這個律師以及法院，我只在我能夠給大家透露的這個部分呢，盡量的去給大家去做講解，好吧？但是我也是想要趁這個機會呢，去感謝一下一直以來對我這麼信任、這麼支持的我的觀眾朋友們可能對我產生誤會的是有更多人啊，甚至昨天我看有人過來陰陽怪氣我啊，說，哎，你看你蹭吧，蹭了你一身騷吧。其實我也很能理解這種想法的朋友的這個出發點啊，因為我覺得現實世界裡有很多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生活觀點的人啊，可能這些朋友呢，他就不太相信啊，就是有人會為別人做出一些利他的事情，或者是仗義執言也好啊，或者是摁不住自己那個就是無名業火也好啊，是吧？仗義執言這個事兒呢，可能在他的世界裡就不曾發生過。當然也可能他沒有得到過別人的這種類似的幫助，那麼這些人如果越這樣想呢，可能你就越遇不到這樣的幫助，因為吸引力法則嘛，你首先就不相信這個世界存在這種能量，那你自然也不會得到這種能量的反饋，好吧？多了我也不說太多了啊，我們趕緊說這個主題就是西康，前2天我已經說過2期了，還是2期，好像是，就是說這個住在澳洲的這個北京大爺啊，他說他要投訴西康，而且是在中國的境內去投訴西康，而且他也確實言出必行啊，他真是辦了這個事兒，而且還錄了一個3分鐘的一個小視頻啊，讓大家看一看他都在哪些平台上對西康進行了投訴。那麼今天呢，我朋友也是提醒我說，哎，你看一看啊，這西康真是被喝茶了，已經被成都當地的警方請出去了。這個我其實也不意外啊，因为如果說他真是做了這種投訴的話，以中國現在對於言論審查的這種強度啊，應該會很迅速的做出反應，但是沒有想到這麼迅速啊。我也看了西康的這個視頻啊。他說，他是被上門，第一次呢是上門先看一看，哎，這個人和被舉報的這個信息符不符合，然後認個門啊，住在哪啊，家庭情況啊，什麼情況，跟這個在網上發布的這些節目裡邊的這個人是不是一致啊？去核實一下。然後他也說了，這件事情呢涉及到市局，我覺得這肯定是啊，而且搞不好是從這個。
厅级到这個成都市局一路這麼下來的，啊，就是最後到了他們當地的這個片區，應該是這樣的啊。首先呢，就是在他們中央的這個平台上，然後一路下發到地方。當然啊，這個地方會非常重視啊，你的地方出了一個這麼所謂不守規矩的人，你這個是不是辦事不力啊？執政能力有問題啊，對吧？管理能力有問題啊，當地官員可能會比較緊張。在現在的這個大背景下啊。他第二天呢就被帶到了這個，也不是被帶到啊，他自己去这個，成都市公安局去報到是吧？然後被喝茶，待了有4-5個小時，據他自己說。當然可能就是做了更詳細的一些口供啊、筆錄啊。對於任何一個正常的一個人來說，這都是一種在思想上的或者在精神上的一種巨大的壓力啊。其實我覺得。你像西康啊，他土生土長在成都，好像是吧？啊，如果我說錯了，大家可以過來糾正我啊。你想在他老家吧，就算是在他老家，他從小到大肯定有不少的同學啊、發小啊，在這個年齡應該是在各行各業或者是各個政府機關，應該也都是任職吧。如果說這個事情是有人在當地舉報他，我覺得他應該是有能力去解決這個危機的。啊，可能是靠自己的人脈、自己的關係，是吧？打通一下呀，或者是網開一面啊，讓他有個機會去做一個調整。我覺得如果正常情況下應該會是這樣，但是這次嘛，他情況不一樣，是自上而下來到的這種對於當地公安機關的一個壓力，所以那就不得不正常或者是從嚴去辦理了。其實吧，我覺得西康也確實是有點過於樂觀了啊。首先，他可能也沒有相信這個澳洲大叔能真去舉報他，這個勁兒這麼足。可以說，我也是，跟西康之前也拌過嘴啊，短暫的這個你來我往過這麼一個回合，但是。可以這麼講啊，就是我雖然對他某些觀點或者是他闡述觀點的這種方式啊，或者是運營頻道的這種模式啊，這個我不是特別認同，但是還是那句話，我尊重他說話的權利，他有表達的權利，這個應該是一個天賦人權啊，如果說他真的是觸犯到這個當地法律，那真是啊，如果在中國來說，這個。確實是觸犯到當地的法律了，我們接下來也會去聊這個事兒。那麼我們就來看一看啊，在中國現在啊，近期處理這種所謂的叫非法使用什麼通信信道也好啊，計算機什麼犯罪啊，這可能涉及不到啊，這個，但是也看人家怎麼去界定這個事兒，這個如何界定不在咱們啊，好吧？我也問了一下這個 ChatGPT 啊，他告訴我呢，就是說。總體來看啊，實際的這種公安機關對於這些抓獲的或者是被發現的翻牆的這些人，中國公民啊，這個執行的這個辦法呀，去懲罰的辦法呀，也都不一樣。他也分析了一些歷史案例啊，有罰，但是呢不一定也不一致。你就說這種執法的這個標準啊。有報道指出啊，一名中國程序員因為使用未經批准的國際網絡連接啊，這說的太拗口了，實際上就是用了翻牆軟件嘛，用了 VPN 啊，為境外的這個公司打工服務，最後呢，沒收了所有的所謂非法所得100萬人民幣，大數啊，100萬人民幣對於這個一個普通的中國不到中產啊，因為中國我覺得中產沒那麼多啊。一般的這種大基數的這種家庭來講，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了。其實，然後呢，還有一些地方當局啊，在某些類似的案件中，使用 VPN 的這個個人，處以最高15000元的這個人民幣的罰款。我估計這種也就是那種翻牆出去看看黃片啊，看看毛片啊，然後。瀏覽一些什麼油管、推特啊，也不怎麼去參與評論互動啊，這種啊點兒背倒霉，哎，就是被人家摁了，對於這種看客啊，給予這種最高約15000元的這個處罰，也就是嚇唬你一下吧。但是根據一些網絡討論啊，
是这个 Reddit 上面的这个論壇上的一些匿名用戶的討論，許多在中國翻牆看油管啊，或者是其他社交媒體的人，並未因僅僅觀看而被處罰。有人評論啊，只是看的話，通常不會有太大風險，不要參與討論啊和互動。因此呢，僅僅翻牆加觀看，並不會必然的觸發這種處罰。關鍵在於是否有發布或者傳播敏感或批評內容，還有就是是否有盈利啊，是否能夠被追蹤到現實的身份等等。當然，對於看客來講，一般只要你不在頭像裡把自己的這個大頭照啊貼上去，或者在這個名字上啊就直接用自己相關的一些敏感信息啊，我覺得大部分應該來講是他沒有這個閒心去追蹤一個這個普通人看客啊。如果類似於這種博主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就是靠這個社交媒體去盈利的這些人啊，如果被舉報，當局如果注意到這個內容啊，可能會面臨哪些後果呢？如果說這個博主啊在油管上發布的是這種政治敏感性的內容啊，涉及到批評政府啊、社會制度啊，或者是評論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啊，是吧？可能就會被舉報，更有可能引起這種公安機關啊、網絡安全監察機關的這種注意，可能出現以下一種或者多種一種可能只出現一種啊，但是也可能就是多種一起出現，這個那就更倒霉了。賬號呢被封，視頻被刪除啊。雖然這個油管本身是由海外公司這個 Google 公司運營的，但是如果當局認定你這個賬號涉及到傳播這種違法的這種內容，就有可能通過網絡審查、網絡安全部門要求你去封禁你自己的賬戶和刪除相應的這個視頻，而且包括警告啊、約談吶。當然 ChatGPT 也說是有騷擾和監控啊。如果說在中國的這個框架內啊，法律框架內，可能就不叫騷擾和監控，可能他們會叫這種叫正常執法吧。我覺得，如果是使用這個賬號啊，是由這個真實身份註冊或與中國大陸的手機號和身份證去綁定，我的天，這心也太大了吧，這種。所以中國的這個網絡監管機構呢，就能夠監測並追蹤用戶的這個 IP 以及你使用的設備，還有就是你的實名信息，即使沒有被立刻逮捕，但是也是被監控中，也有可能隨時被約談或者是被警告。第二種呢，就是面臨着罰款加沒收違法所得，這種賬號收益的這個情況啊。如果你的賬號被認定為利用未經批准的就是 VPN 吧。這個翻牆從事獲利的活動啊，例如廣告、贊助、打賞、商務合作等等等等，就是說還有其他的形式唄。處罰的力度可能會比這種單純的翻牆更加的嚴厲，而且可能就會沒收你的這種所謂的非法所得，還會加上這個罰金。這個是第二種情況啊。那麼第三種情況就是刑事指控。這個呢是會發生在極端這種敏感的這個情況下啊，那麼就是你如果經常性的去批評這個國家和政府機關，可能就會面臨着這種，如果你在國內或者你返回這個中國境內的話，就會面臨着這種刑事指控。例如呢，認為你通過這個網絡煽顛罪嘛，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傳播反動言論啊，可以依照類似的這種法律進行採取一些刑事責任的指控啊。也就是說呢，對於這個博主個人來說，並不是只因為翻牆這件事情這麼簡單的事情啊，就是會受到責罰，但是主要是看你有沒有參與發布這個一些內容，或者是所涉的主題是什麼主題，你發一些什麼吃喝啊、玩樂呀什麼的，可能人家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但是如果說涉及到這種是吧，以上我說過的這些內容，那可能這個問題就比較的嚴重。所以這個西康我覺得他自己也說了嘛，他平時說的這些內容基本上也是會採用到這個在境內啊，這些新聞報道啊都可以查詢到的，可以正常進行這個觀看的這些新聞以及視頻，他拿這個東西來說。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呢，
中國吧，它是对於誰有資格去做這種新聞評論以及新聞報道，它是有嚴格的界定的啊，不只是因為這個東西能在大陸允許播放，你就允許說，它允許播，但是不一定允許你說，你有沒有這個資格，這是不一定的。所以說，避免被放進這個口袋罪裡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境內盡量是別聊這個。所以我觉得在這一點上，可能西康也需要去再多了解一下吧。我覺得有點過於樂觀了。再一個就是對於這個事情，我為什麼一直在說啊？可能有些人也說你這就是貓哭耗子、假慈悲啊。因為我曾經跟西康是有那麼一個就是小的這個拌嘴的這麼一個之前的過往嘛，對吧？但是很小的事情，就是互相的這個你來我往這麼一下子而已。我並沒有對西康個人有什麼樣的一種仇恨呐、個人情緒啊，我希望他不得好死或者怎麼樣的，這不存在啊。更多的是因為我是有一種感同身受啊，这個大家可能了解，我剛剛啊，這就是被別人用這個在地的法律去教訓了一下嘛，對吧？可能西康呢也會面臨着跟我同樣的這個境遇啊，在這個他的母國啊。讓人家用這個母國的法律收拾了一下啊，所以說我更能夠體會到，因為你的這個言論而受到了這種波及，這種心情啊，所以還是那句話，我不見得同意他的言論，不見得同意他的觀點，甚至我都不見得喜歡他，但是我依舊要捍衛他說話的權利。因為我知道我在捍衛他說話的權利的同時，我就是在捍衛我自己的權利。在很多事情上，大家不要覺得與你無關啊，可能有人覺得你就是愛管閒事兒，或者是你就是在這兒裝聖母啊，高大上，但是我無所謂了，我的個人的臉面其實不太重要。如果說你真能通過你的一些有限的犧牲去達到一個改善一個現狀的這麼樣一個目的，我覺得就像我的一個觀眾說的啊，這個是一個可預期的犧牲，在某些程度上來講還是可以接受的。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夠關注到這個事兒啊，你可能不喜歡他，你可能不贊同他，但是你也要維護他擁有和你一樣的這種權利，好吧？那麼不多說了，我們下期見，拜拜。